美西方对乌克兰武器援助再次提高上限，英国带头提供主战坦克，德国还在观望，俄罗斯能否看破其中的机遇，结束战争？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美西方已经给乌克兰援助了数不清的装备，但是我们细看就会发现，提供的装备没有坦克这类重型武器，而美西方的态度一直都是以提供武器可以，但是对主战坦克的援助却不肯松口。一部分的原因是怕把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惹生气。虽然说俄罗斯在战场上用的是苏式装备，但是从苏联手中继承的装备数量可不是欧洲国家能相比的，如果真惹急了，真的不太好收场。另一部分就是怕乌克兰得到这种装备会脱离自己的掌控，打乱自己的计划。但是最近美西方国家似乎开始松口，开始对乌克兰援助轻型坦克和步兵战车。我们常说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甚至是无数次。就在这几天，英国媒体突然报道说，英国将准备为乌克兰提供挑战者系列主战坦克，这可谓是一则重磅消息。要知道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求助主战坦克都惨遭拒绝，而这次却没有遭受拒绝，很有可能是欧美对乌克兰武器援助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现如今，英国宣布要对乌克兰提供挑战者，这无疑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做了一个领头羊。而英国也成为了响应乌克兰领导人要求提供坦克的第一人。相比于英国来说，德国的做法就相对保守，在其他同盟国没做出表态的时候，也不断拒绝乌克兰要求德国提供豹2主战坦克。而乌克兰之所以一直要求美西方国家提供主战坦克，是为了对抗俄罗斯的 T72 和 T90 这两款大杀器坦克，但是欧洲国家在提供主战坦克这一问题上相对较为谨慎，害怕因此彻底惹怒俄罗斯。就以波兰和芬兰为例，从一开始就站队了乌克兰，也愿意为乌克兰提供豹式坦克，但是他们的坦克都是从德国进口，一句话就是坦克最终出售还是要经过德国同意才可以，否则他们没有权利出售。但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为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问题上较为保守，在他看来，向乌克兰提供重型主战坦克就意味着向俄直接开战，这对德国来说是异常忌惮的。总而言之，英国这个做法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英国真的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就意味着和俄罗斯直接开战，到时候欧洲国家必然会被迫跟进。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可以用唇亡齿寒来形容，如果真的这样，很有可能会变为一场世界大战。好的是俄罗斯还有机会，欧洲想要训练乌克兰士兵熟练使用，还要经过一系列培训，就看俄罗斯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真空期，一举结束战争。